今天我们讲春风675NK 和春风800NK 前避震怎么调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上官，这是2026年第一期视频。首先在这里呢，祝大家2026万事如意，安全骑行不摔车。上一期视频呢，我们说了春风675NK 和春风800NK 的后避震怎么调。今天呢，我们说一下这两个车型的前避震调节时候需要注意的关键点。先说结论啊，当你的体重偏大，你的骑行风格偏激进的时候，这两个车型的前避震是不够用的，它会比较软。于是在这两个车型上就会出现，你想要加硬前避震去增大支撑，但是随着你的加硬，你会觉得越来越弹手，越来越不好控制出弯方向，越来越不好抱住弯心。这个就是这两个车型经常遇到的问题。今天我们说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。首先，这两个车型的前减震的阻尼效果都比较弱，将够用。那么如果你是舒适骑行，或者是偶尔溜溜达达的啊，这两前减震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但是又有很大一部分是去跑山的，或者是在路上骑得很激进，或者是玩翘头的。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的是前避震有比较好的支撑性。OK， 这个没有任何问题，对吧？但是它的前避震的阻尼每调节一档效果其实比较弱。当你把所有的阻尼都调完之后，也经常会遇到它的效果和我的需求相去甚远的这种情况，就是不够使。正常调节的时候，我们都是预载、回弹、压缩，以这个顺序去调，这个没有问题。但是当你按逻辑去调好预载、调赛格，比如说你调到23%、25%，这个时候你把回弹阻尼调到最大，也就是回弹速度最慢的时候，它依旧会晃，车头会晃。这就是不够使的情况。接下来你又去调压缩阻尼，然后会发现压缩阻尼调到最大，压起来或者骑起来重刹的时候还是觉得有点点头。于是你把3项中的2项调满了，你还想要加硬的时候，你只剩1项可调，那就是把预载增大。于是你开始调，把预载又增大了几圈，哎，你就发现骑起来的时候 OK， 好像这个支撑性变好了，这个毋庸置疑。但是我想强调的是，当你一直去加大预载，同时又没有阻尼可以继续加大的时候，就会出现一个反时，你的预载越大，弹簧压的越多，那么它想要弹回来的这个欲望就越强烈，于是你的车头就会一松刹车，砰就弹起来。哎，这种情况，那这种情况在我们实际驾驶中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？就是入弯的时候，如果你是入弯给油，车非常容易抱不住弯心，容易走大。出弯给油的时候，你车身是斜着的，随着你给油，车特别容易外抛走大，然后容易去路对面，你特别不好控制方向。基本上就是你的车要完全指向直线的时候，你才能给满。OK， 所以你骑起来不会特别舒服。但是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？就是你一定要在你的支撑性和出弯外抛、车头往上弹这两个感觉之间找一个合适的点。这个合适的点虽然实际上可能并不是我们想要的完美的状态，但是在原厂状态下，不动油、不动弹簧、不动插芯的前提下，我们能够处理的只有找到这两个需求中间的这个点。哎，觉得左右都还行，哎，让自己获得一个妥协。所以调减震其实很多时候是一个妥协的结果，并不是说我一定都能调到特别完美的状态，因为我是原厂状态，没有花钱去改装。所以这个状态下我们就要注意，不要无脑的一直去加大预载，导致你的阻尼已经最大的时候，车会越来越难骑。就是这两个车型在日常调节中需要注意的点，希望这个知识点对你有帮助。如果大家下期想听其他车型的减震分析，欢迎评论区留言。如果这个系列大家觉得很有用，我可能会开一个系列，就是各种原厂车型它的减震的分析。好，关注我了解更多机制知识，我们下节了，拜拜。